Hello， 我是 Mrs. Lee。今天游轮带我去的系列，我们要逛葡萄牙的 Madeira 马德拉岛。他是足球明星，有点难念，让我试试。Cristiano Ronaldo 就是大名鼎鼎的 C 罗的故乡。岛上还有专门为他设立的博物馆，让球迷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他辉煌的职业生涯。这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岛屿，标准的水嘎 2.0。美到哔哔哔犯规，上支影片才说圣米格尔岛美到爆，我这个见一个爱一个的老镜头发作的有点频繁。但是出门旅游不是就是要能欣赏每个角落的美好吗？邮轮在这里停留9个小时，你可以选择深度游览1-2个景点，悠哉体验岛上的风情，或者选择行军式狂奔，玩好玩满，力求充实，打卡最多景点。肤浅的我当然选择了后者。于是我们花了1天的时间，在岛上追逐那些迷人无敌海景的观景点，不停拍，沉浸式的快闪旅游。下船后，我们从冬天走到夏天，边看风景拍照，花了20分钟走到租车公司，拿到车后出发。现在在 Madeira， 我们从最远的景点玩起。这是沿途经过的风景，一路上都算好开，车不多，风景优美。你看前方和右边都有山，山顶上还弥漫着一层层的山岚和雾气，很多房子就坐落在半山腰上，可以想象视野应该很好。In 600 meters, keep left at the fork. 我们即将进入山洞，这感觉好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出了山洞后，左边广阔的海，真的让人瞬间感受到大西洋的壮丽。这一条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光是开车经过就已经觉得心旷神怡。现在开到这个岛的上面的部分，所以右边就是北大西洋，这边有一个瀑布。这样的自然美景简直就像一幅画。每一秒都想停下来多看一下。开了约1个半小时后，来到这个岛的西北部。这些黑黑的石头看起来似乎不怎么起眼，但它们是天然的火山岩。这个地方就是以天然的火山岩海水泳池闻名的。有潮汐的时候，大西洋的海浪打入泳池，海水自然流入，让游客能够安全的在这些天然泳池中享受大西洋的海水，是一个很独特的游泳体验。我们来的这一天云层厚，照片看起来有一些灰暗，不过在 Madeira 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几张晴天的时候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壮丽照片。你看这个海水的颜色，加上四周壮丽的海岸线和地浪拍打的海面，让这个火山岩海水泳池的景色实在有够迷人。这里还有步道和餐厅，只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没有机会深入探索，在此也附上到此一游照。接着我们来到这个隐藏在山坡上的教堂，根本就是世外桃源。当时我们其实只是偶然经过，但这里的宁静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仿佛远离了世俗的喧嚣。四周的游客非常稀少，几乎独享隐藏美景，只有微风轻拂和大自然的声音作伴。站在教堂前俯瞰，你看山谷辽阔的海岸线延伸到远方，真的令人陶醉。现在呢，还是在 Madeira 这个岛。那刚刚本来要开上去有个 winery， 可是发现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所以就先过来拍摄。这样的宁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南投投射的外婆家，四面八方总是安静的，只听得见鸟叫声和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没塞公北菜，不然外婆会托梦来骂我。因为呢，其实还有我调皮捣蛋被外婆纠正的声音，跟我骂号的哭声。
这里的氛围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人的心里感到无比踏实安稳，让人有一种时间停滞的错觉，可以彻底远离生活的忙碌和工作压力。我想很多人经常忽略了这样的地方，但正是这一些瞬间，让我们的旅途更加特别，是不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吗？ Next， 这个景点的确是一个壮丽的观景天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来的比较早，我很讶异这里的游客很少，四周宁静，空气中呢只有微风跟自然的声音，你可以把整个海岸线和山谷尽收眼底，彻底远离城市的喧嚣。正当我们静静地欣赏这片风景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位当地的老奶奶缓步地走上观景台，她手上拿着一束小花，脸上带着祥和的微笑。虽然语言不通，但她的表情跟动作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地方对她来说充满了回忆和情感。她轻轻地把花放在观景台的角落，仿佛在跟过去的记忆对话。我不好意思拍她，不过我们猜想，或许她每天都会来这里，静静地欣赏眼前的壮丽景色。这个对我们来说充满惊喜的景点，对她而言或许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看看这些房子，我不禁好奇，有些人拼了命来这里度假，那住在这里的人每天都能够看到这样震撼的美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看得很腻，还是这里的每一刻都依然充满着意义。沿途我们走走停停，自己游玩时间上比较弹性，看到漂亮的景点就停下来拍。我们来看看 Mr. Lee 独特的运镜手法，10几年婚姻下来还是没学到，看来求生意志不怎么强烈。接下来，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这个 Madeira 的壮丽景色，丰富多彩的山谷和海岸线，就像是大自然的画作。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看见了一对年迈的夫妻，他们牵着手，静静地靠着观景台的栏杆，凝望着远方。他们告诉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经常飞来这个岛旅行和约会。这里算是他们爱情的起点，即使这些年过去了，没几年他们都还是会回来，重温那段美好的时光。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地方不仅见证了他们的爱情，还见证了他们生活中的所有起伏。这对老夫妻的故事让我们意识到，这里似乎蕴藏着无数的故事，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感受到历史跟自然的交织，是生命和爱情的见证。每一阵温柔的微风都像是在倾诉这里无数人的故事。在这一区的一路上抬起头呢，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缆车。我们沿路开到山上，不过由于排队的人潮实在是太多了，只能谢谢再联络。我们拍了几张在半山腰看到的缆车照，过干瘾后直接实行 Plan B， 出发到下一个景点。我们去看缆车滑行，这是一种充满传统特色的独特体验。这个有150多年历史哦。当时呢是当地居民迅速下山到市中心的一种交通工具。那后来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观光项目。坐上这种用藤编制的缆车，篮子的篮，穿梭在蜿蜒的街道上。后面呢有2位穿着白色制服、戴着草帽的滑行员在后面操控缆车，用脚力控制速度跟方向，让你感受到很刺激又有趣的下坡滑行。滑行约2公里，10分钟。那每2人的票价是35欧元。可惜队伍很长，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尝试。如果时间允许，这应该是难忘的经典体验。这是路上的街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我们的邮轮。人家说最漂亮的风景是人，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包含狗狗才是。接着，我们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堡垒。建于17世纪初，当时这个岛经常受到海盗的威胁。这座堡垒呢，就是为了防御入侵者而建造的。鲜黄色的外墙非常醒目，这也成为了这一区的一大亮点。现在这个堡垒是一个观光景点，里面还有当代艺术博物馆。说实在的，这里旁边就是大西洋，但是我完全没有被 Sand 嗨轰的感觉。这是从船上看过去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住在这里的人好幸福说。最后我们顺利还了车，上了船，依依不舍地跟这个虽嘎 2.0 的马德拉岛说再见。从船上望去，整个岛和海岸线美得令人窒息。
真想立刻飞去再拍一次给你们看，我没有修图，也不是在糊弄的。我心里想，这样的美景，我就问谁能拒绝这种视觉飨宴？真想把这片风景打包带回家。再见了 Madeira， 期待下一次的相遇。我知道这里还有很多漂亮的景点值得我们探索。嘿嘿，要不要来赌一下，看他会不会翻船？答应我要看到最后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谢谢。